嗨，大家好。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中国先进的军事装备，尤其是中国空军当中的520系列，歼20、粤20、轰20、直20和攻击20。这些装备在技术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，但中国军机的心脏即发动机却一直都饱受诟病。那么，中国发动机的研发到底有哪些辛酸史？现状又如何？在世界又能达到什么水准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。在介绍中国的发动机之前，先来给大家明确几个概念。首先，发动机的种类，大家可能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发动机，比如这样的和这样的，看起来它们的发动机不太一样。没错，现代发动机按照功能来分，主要分为涡喷、涡扇、涡桨、桨扇和涡轴。当然，这些都属于燃气涡轮机。另外的，比如说活塞式发动机，曾在二战时大放异彩，还有现在安装在导弹上的冲压发动机，甚至还有火箭那种自带推进剂的发动机，也都属于发动机的一种。但它们不是已经过时，就是并不是安装在现代主流飞机之上，所以就不说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来详细介绍。回过头来接着说涡轮发动机，这5种当中，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，当然非涡扇发动机莫属了。那么涡扇跟其他几种又有什么不同呢？5种涡轮式发动机最核心的核心机包括3部分，很简单，分别是压系机、燃烧室和涡轮机。而涡扇发动机不过是在前面加个大风扇而已。涡喷也并不是没有所谓的风扇，否则风怎么进来的呢？只是没有涡扇看着那么大而已。它是压气机的叶片将全部空气压到燃烧室和燃油混合燃烧，然后膨胀高温高压的空气再从后面喷出，这样就产生了喷气动力。顺便转动的涡轮与前面的压吸机同轴，这样又有了压气的动力，达成一个完整的循环。注意，涡喷是单个通道，即所有空气都进燃烧室，而涡扇是在核心机前面加了个更大的风扇，这风扇跟低压涡轮同轴，并被涡轮驱动。另外，为了包住这个风扇，整个发动机又套了个外罩，这就是为什么涡扇要比涡喷更粗的原因。如图可见，该核心机外又包了一层，进来的空气流量更大了，但却有2个通道，一个通道跟涡喷一样，通过压气机进入燃烧室燃烧，这就是所谓的内涵道。另一部分空气通过核心机外侧和外壳之间的通道不进行燃烧，这就是外涵道。通过外涵道的气流速度和温度更低，与内涵道排出的高温燃气混合，就降低了喷嘴的平均流速和温度。那么流速降低，不是飞机速度就降下来了吗？没错，涡扇的高速性能的确不如涡喷，但较低的流速带来的却是更高的推进效率和较低的噪声。简单来说，降低了油耗，增大了航程，并且红外辐射强度较弱，不易被红外制导的导弹击中。这样一个燃油和空气的利用率较高，航程更远，作战半径更大。另一个单纯追求极高的速度，而不考虑燃油推进效率，如何取舍呢？这样就有了涵道比这个概念。外涵道和内涵道空气流量之比就是涵道比，涵道比越大，风扇做的也就越大，极致就是做成客机那个样子，空气流量巨大，排气速度低，这样推进效率高，耗油降低，噪声也更低。这不就是民用客机追求的目标吗？这种涵道比超过4的称为大涵道比。当然，我之前介绍的运20也会采用这种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。那么与大涵道比相对应的就是小涵道比，小到极致就是涡喷了。涡喷速度够快，但是有点太快了，这样低空低速性能就很垃圾。如果对地攻击，高速又不利于找准目标，同时油耗太大，速度这么快却成了短腿，又难堪大用。所以战斗机所采用的发动机就逐渐由涡喷过渡到涡扇，但又不能采用如客机一样的大涵道比涡扇。风扇那么大，你是怕阻力不够大吗？于是有了涵道比低于1的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。现代战斗机追求的是多功能性，既要航程，低空低速性能要好，高空的高速性能又不能过低，而且为了应对空中狗斗，额外的动力就成为必须。所以在涡轮机后面又再加了个加力燃烧室。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推重比都是按照开加力后来计算的，这样涡扇发动机的设计就会更为复杂。到了5代机时代，为了要保证所谓的 4S 标准，配套发动机的设计难度就可想而知了。那么涡喷发动机还有在用的吗？有的，有些航模上的发动机用的就是涡喷。好，说完了涡喷和涡扇，再简单来说一下后面几个。涡桨看着跟二战时期的螺旋桨飞机有点像吗？没错，外表的确是如此，都有个螺旋桨，只不过把里面的活塞发动机换成了涡轮，后面的构造类似于涡喷，略有区别。优点是空气利用率大，也更省油，缺点也更为明显。涡桨比涡扇慢得多，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，但并不是因为尾部喷速上不去导致它慢，而是当螺旋桨间的线速度接近甚至超过音速时，就会出现音障问题，会产生巨大的噪音、阻力和震动。
甚至会导致发动机空中解体，所以涡桨基本无法超音速。另一方面，虽然涡桨省油，但巨大的螺旋桨带来的噪音却又极大，这样民航客机也用不了。所以涡桨多用一些老式的轰炸机和运输机，如图95和 C130。接下来涡轴，听名字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用于直升机了。没错，注意它的尾部，虽然也有尾喷管，但产生的推力却微乎其微，能量被尽可能的转化为轴动力，这也是与前面几种最大的区别。最后桨扇，这名字听着就有点另类，的确也是个奇葩，世界各国应用的都少之又少，就不多说了，大家记住一个安70就可以了。经过上面的介绍，大家对发动机的种类有了一定的了解。那么中国军用发动机的发展现状又是如何呢？中国最早对涡扇发动机的探索自涡扇5开始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那1、2、3、4去哪儿了呢？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国的飞机和发动机编号都是从5开始的，比如歼5、强5、轰5、直5、涡喷5等等。至于为什么，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可能吉利吧。盲猜一下，5即无，有从无到有之意。再加上我国的航空工业诞生于50年代，所以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涡扇5从60年代上马，目的当然是替换轰5的涡喷5发动机。当时我们还有涡喷6和7，但我上面也介绍过了，一个轰炸机装涡喷发动机本身就不靠谱，所以都难堪大用。于是有了涡扇5，为的就是让轰5这棵老树可以开新花。但老树不争气，涡扇5还没有研发出来，老树就退役了，所以整个发动机项目也下马了。接下来涡扇6 1964年开始研制，这是中国第一次完全自行设计的加力式大推力涡扇发动机，但同时也最为坑爹，提出的设计指标推力达到惊人的 12.5 吨，这已经快赶上今天的 AL31F 和太行发动机的推力了。这种大跃进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相当惊人，更何况在那个年代。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，在经过近20年的研制，就在1982年涡扇6正式通过24小时飞行前试车时，与之配套的歼9和强6相继下马，致使整个研制工作全面暂停。涡扇6的失败一直是中国航空发动机史上永远的痛，更被有些网友形容为祸国殃民。这一个型号就独占了中国发动机研制领域20年的核心资源，而这期间也正是欧美航空发动机高歌猛进的时期，中国一下子被甩了下来。尽管涡扇6试车时达到了此前最大的推力目标，但仓促下马使其可靠性和稳定性都无从验证，这也是一款发动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。试想，以美国的技术实力 ，F100 在交付部队时还造成了多起机毁人亡的事故，致使 F15、F16 大量停飞。为了提高可靠性，美国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来打磨。换句话说，一款成熟的航空发动机是靠时间、资金、人才和飞行员的生命堆砌而成的，这就是它为什么如此之难的原因。后来，中国又研制了大汗到底的涡扇8，但于配套的运10和远轰项目下马而再次夭折。看来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！于是中国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，并购买了自行生产和改进的许可证，这就是代号为秦岭的涡扇9。但如果你认为有了许可证就会一帆风顺，那就错了。涡扇9的仿制之路并不顺利，甚至到了1998年，配套机型歼轰机服役时，厂家仍然要用原装斯贝来保证飞机正常接装。这次秦岭，中国直到2003年才算翻过。而这距离其最初引进已过去了30年。看到这里，不禁让人唏嘘，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程的确伴随着艰辛和无奈，直到涡扇10的出现。代号太行的涡扇10 1987年正式启动，目标是为未来的歼10提供动力。该项目仍然由606所审发负责。此前审发的涡扇6无奈下马，但也算获益良多，锻炼了人才，培养了研发团队，还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。正如歼9项目的失败，造就了后来宋文聪技术团队的成型，也成就了后来的歼10。那么审发这次能打一个翻身仗吗？涡扇10的核心机来自于波音的 CFM563 发动机，其核心机跟美国通用的 F101 一样，而 F101 的衍生品便是大名鼎鼎的 F110。可见审发当时的目标就是 F110 GE129。随后中国又通过引进苏27得到了为其提供澎湃动力的 AL31F。而涡扇10的后燃机段正是来自3姨夫的技术，可以说太行身上还有一些美苏两国发动机的血统。涡扇10是中国航发人继涡扇6之后对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再次尝试。2002年安装在苏27上首飞，2006年成熟定型，在实验中险情不断，
排顾无数，经历种种辛酸苦辣后，终于装在国产歼10、歼11、歼16，甚至后来的歼20身上，成为当前中国4代机的绝对标配。其推重比为7到8，最大推力可达14吨。而后，中国有了2款仿制品，一个是仿制俄罗斯 RD33的泰山涡扇13，为中推，主要装备在飞豹和 FC1枭龙上；另一个就是仿制 D30KP2 的涡扇18，这个其实是涡扇20的备胎。涡扇20也同样来自于沈发，有了涡扇10的经验后，在此基础之上研制了大涵道比的涡扇发动机，准备装备在我们的运20身上。这幅图是一台涡扇20安装在1276的试飞图，看起来涡扇非常巨大。这是一台涡扇20被安装在运20原型机上的测试图。涡扇18仿制的 D30KP2 涵道比仅为 2.4， 涡扇20则达到了5以上，所以预计运20在换装4台涡扇20后，航程有望提升1倍。这里额外提一下的就是，涡扇20并不会用于 C919 等民用飞机，我国已经开始为 C919 研制下一代先进发动机 CJ1000， 瞄准的当然就是 CFM56 的替代者 LEAP-X 了。最后就来到无数军迷心兹念兹的涡扇15峨眉了。对于非军迷来说，这个代号峨眉的发动机似乎并不熟悉，但提起大名鼎的歼20就尽人皆知了。涡扇15就是为我国的第5代战机歼20提供动力的标配发动机。这个世界上5代机就那么几家，分别是搭载 F119 发动机的 F22， 搭载 F135 的 F35 和搭载 117S 的苏57。这几款5代机的发动机都达到了一个新标杆，即推重比超过10，最大推力超过15吨。而歼20之前搭载的涡扇10B推力勉强可以达到14吨，但推重比却只有7到8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最初装备的太行还暂时没有矢量能力。要知道 117S 是有366矢量控制的，而 F119 也有2元喷口，这就使得在5代机中个头最大的歼20难以全部发挥其优秀的性能。尽管压抑气动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问题，但像落叶飘这种酷炫动作，只有换装矢量发动机之后才能实现。所以近期也传出歼20B 将搭载具有推力矢量版本的涡扇10发动机。但太行毕竟是备胎，涡扇15才是歼20的原配。具备3维大推力矢量的涡扇15由606所、624所、614所、410厂、430厂和113厂等联合研制，一看就是个大工程。推重比将超过10，涵道比为 0.25 至 0.382， 最大推力可达18吨。如此一来，换装峨眉的歼20将会轻易实现全程超音速巡航，对于高速突破敌人防线也是非常有利的。涡扇15已经进行过多轮测试，各项指标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。但最重要的，刚才也提到了，就是可靠性。涡扇15如何能在扩大推力的同时，把寿命也提高上去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以美国的技术能力，打磨 F100、F110尚且用了10年之久，涡扇15这个时间省不了。那么歼20的发动机有了，中国另一款5代机 FC31用的是什么发动机呢？ FC31将很有可能被用于未来航母上的5代舰载机。我在之前的视频有过分析和介绍。那么这款5代机的动力来源同样也有2款，一款是现在搭载并测试中的涡扇13E 中推发动机，另一款就是涡扇19，代号为黄山。据传推重比达到10，最大推力也接近10吨。这个指标在中推发动机中已然不俗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虽然 F35搭载的 F135推力达到惊人的 19.5 吨，但碍于单发设计，所以搭载双中推涡扇19的 FC31在动力上就与 F35相当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发动机研制的心路历程。实话实说，与世界最先进水平，尤其是美国，仍有差距。但是随着涡扇10、涡扇15、涡扇19、涡扇20等一系列发动机的不断使用、改进、成熟，对于发动机基础设计研究的不断补课和积累，我相信中国发动机的设计制造能力一定会迈入一个崭新的台阶，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